来到芬兰留学下午茶。今天我们活捉了一个芬兰应用科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他叫曾子豪。现在我们先来干杯 ，Cheers！那请曾子豪简短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嗯，你们好，我曾子豪，我毕业于亚姆科物流工程系。我现在的状态是准备找工作或者是申请研究生都可以。然后我主要是在找工作，所以有什么就是关于 MK 的本科方面的项目或者研究生方面的项目申请都可以下来找我都可以。那曾子豪，我知道你是来自湖北省哈，就是在芬兰有一种说法，就是芬兰的应用科技大学都被湖北人霸占了。对于这个现象，你怎么看？这个是真的，怎么说呢？因为之前的武汉是有一个考点的，而这个考点是很多湖北人都知道的，因为那边的人就会对这个考点就比较熟悉，对于就希望有很多人是想要来芬兰，而且武汉的高考压力是很大的，里面会有很多人想要来参加其他国家的一些考试啊，或者是面试。今年开始，今年至少是今年啊，今年都是线上考试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家就可以参加芬兰应用科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个还是挺方便的一点的。正常情况下，一般考点是武汉加上海，或者是武汉加北京，然后主要是看你1月份报名的人数来定的。那像曾子豪是参加过这个考试的，我很好奇，你当时前期有什么准备？考试的范围还记得吗？我还记得。这边的其他的课的话，他们要考的一个是数学，数学他们会考，我估计会到初中或者是高一的水平，因为他们会考代数，会考平面几何，有的时候会考立体几何。我说的是理科方面的考试，就我的专业，因为它是工程专业，所以他会考这些。然后同时工程专业还会考物理，还会考化学，然后物理化学是3或者是5道题里面选做几道题，是这个形式。这些题目呢也不是很难，就是主要是考一些基础知识，就比如说化学的话，它会考你怎么配平。然后化合价的计算，等等。然后如果是考物理的话，他们会考力学。力学的话，主要是考那些什么力的平衡啊，然后合力这些东西，也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其他专业的话，你包括 IB 啊、BIT， 我也是知道一点的。BIT 的话，他们的考试的内容其实是固定的，好像已经有几年的考试题目都一样了，都没有怎么换过。几个题目都是那么几个，而且主要是会给你材料，你把材料读熟悉了之后，你基本上每个题目都可以做出来。而且再就是考逻辑题，逻辑题的话，基本上就是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你4个图片里面你找一个不一样的出来，就这样子。OK， 逻辑推理我知道这个。对，这个在国内的 MBA 也是有考试的，也是有考的这种逻辑题。你这样子说的话，我就想到我们那个经常那个招生简章上面会强调，或者是说我们出去做推荐的时候会强调，就是芬兰应用科技大学招生的时候，并不是看你本身的知识是多丰富的，而是看你的能力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就对你说的这个内容其实就体现了一方面，就是它并不是强调学生目前有多少知识。对。OK， 所以你后来像这个考试你通过了之后，你是怎么选专业的呢？当时我是想选 IB 和 BID 的，但是因为考虑到他们也告诉我了，是吧？说物流是Jyväskylä 最好的专业嘛，或者说是在整个芬兰亚姆科的物流是最好的专业。然后我来了之后才发现，他所谓的最好好像是只有亚姆科有物流，其他的学校都没有物流。然后这个最好也是我也是后来是接受了的，他这个所谓的最好。然后我来了之后，我也是挺喜欢这个专业的，一开始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毕竟一开始学嘛。但是后来学到中途，我发现非常难，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是不懂的，有些东西我之前没接触过，因为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我是一个文科生，过来读他们就是工科和理科的东西，确实有一点点不适应吧。那后来你怎么克服的呢？那些不适应的东西，你是说学科有新的知识点，你以前没有接触过不适应，还是说他的教法跟以前教的方法不一样你不适应，还是怎么个不适应法？还蛮感兴趣的。都有。如果说他学科的话，应该算是这个里面很多东西是我以前高中没有基础知识的。你包括我后来写的论文都是要进行就是好几次求导，然后列举证来算的。这个东西对于我一个文科生来说确实是很难的，我也是做了很久才把它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这边的生活也是不适应的，对他们那个这个教学环境也是不适应，因为他们都说英文，我以前在中国就是很少去接触到这种人，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不说英文，他们说着说着就飙成芬兰语了，所以我就整个人都是黑人问号脸，就很难去适应他们这个说话的环境哈。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教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哈，跟国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
所有的材料，包括作业都是通过线上完成的，或者说通过电脑完成的，对，都是线上交的。这个跟国内是最大不同的。就国内老师可能会要求你手写什么什么，我在这边我好像都没有用过笔，就基本上就没有用过笔。你包括你就算是数学的计算也好，我们都是用软件用那个 Mathematics 去算，就很少就会用笔。好，非常好，这个聊得非常好，就是特别是他刚才讲到那个什么跟芬兰学生的其实有一个是差异在背后的，就是说曾早其实是国内的高考体系下结束之后，像过来读本科嘛，那像芬兰他们自己体系高中生毕业之后再来读这个本科，可能背后确实有很多基础材料的不同，就是很多大学老师会自认为说，你来读本科就是你前期高中生已经掌握了这一套 ICT 也好，或者是那个一些算法也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志愿就是先选的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吗？还是？对，我是选的亚姆克物流是第一个的，然后对，然后后来他不是有6个志愿吗？你填了几个？我就填了3个，好像就亚姆克物流就把我给录了，还是我就填了1个，我都忘了，当时而且这好几年。真的好，我很想就是说一下那个点，你不是说就是他们号称 YAMP 的物流是最好的嘛？后来你说只有1个，因为芬兰其实是个你也知道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不需要就是设置非常多的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浪费资源，所以它会根据每个城市它的特色啊什么的，然后就设跟这个城市的发展经济怎么说有关的一个课程，它不需要就是同样的课程每个点8布10个点，它不需要，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需求，所以才。但是你们一定是很好的，因为我好像听说YAMP 就比拿到如像很多方面。约斯屈莱大学就是芬兰唯一有体育系的大学，就是所以它也是芬兰体育最好的专业。我们不要误导大家，觉得芬兰最好的专业是因为全芬兰就这个专业。但比如像他那个体育专业最近在那个上海软科排名就排到全球第9嘛。然后像芬兰物流就是一般我们会说就是芬兰大概可能有50%、60%物流专业的专家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就是这个感觉其实这个概念相当于国内就是这2年提的双一流，就是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一流学科，因为它也是为了做到区域性的平衡嘛。是，其实我是不觉得，因为之前我们很多人就是之前的很多同学啊，都会觉得AMK 这种学校更像是大专之类的，但后来我想了一下，它可能并不像这种大专的学校，因为虽然它是倾向于你将来可以找工作，你可以那个，但是我觉得它的学术性。包括他们的适应性跟国内的大专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包括国内大专有很多学生过来上学了之后，他们是有很大的不适应性的，因为他们很难适应他们这种学术性的环境，学术性的讨论有很多东西他们好像更倾向于就是实际操作，很多东西他们可能就更倾向于实际操作，但是过来了之后，这边的老师会跟他们讲理论，把理论跟他们讲得很清楚，然后再让他们去操作，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很多方面，我觉得他们就跟我就有聊到过。就觉得这边的作业是很难做的，我也是很了解的。然后这边的考试也很难通过的，因为有些老师他们这边教课是会上的非常深的，包括我的专业的老师都是会把很多东西知识点教的非常深的。甚至我之前听说过，好像是我们专业有的老师是于大的老师，然后过来就是来教我们的。其实上的课是一模一样的，在于大上的课和我们学校上的课是一模一样的，包括考试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对于这个理论。什么？就你们多个实践是不是？对，我们多个实践，就是我们会真的去那个地方，去他们那个厂房，或者是去他们仓库，去多一个实践，多一个这个经历，其他的都会一样。对，其他都会一样。对，这个也是芬兰应用科技大学跟学术大学不同的，就是应用科技大学的学制会比学术大学长，然后长的那个时间就是你去实践的时间。所以一般来说，芬兰应用科技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跟学术大学硕士的就业率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原因又是另一个原因了，就是学术大学那边一般大家都是读完硕士才出来。我有个问题，因为每年他们报的都是说，AMK 这种学校应用科技大学他们的录取率都要比那个综合性大学要低，但是我感觉综合性大学好像要比应用科技大学要难进一点，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种矛盾的现象？我觉得首先你可以从那个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报，就因为大家肯定就是因为应用科技大学比较好找工作这一点，然后你觉得学术大学比较难报，可能是因为他那边要求会稍微更高一些，因为知识型的内容他们肯定会考得更多一些，然后包括像约斯屈莱你肯定会更有这种感受，因为约斯屈莱有一个非常难报的，就是约斯屈莱的教育系，他那个光本科就有3轮刷人的，但是像应用科技大学就是你基本上只是以你那个入学考试为一个标准的，所以就是这些综合因素起来，你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这么多人报应用科技大学，但是觉得学术大学难进？而且我觉得我们要就是追根溯源，为什么会有应用科学大学？其实现在很多国家都在 copy 这个模式。应用科学大学它的创立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应就业市场，所以就是它已经定位就是这样定位的，而且它做的事情也是非常符合它之前的定位，没有剑走偏锋。像我们其实很多其他的国家，它虽然设立了应用科学以职业为导向的大学，可是它最后走的还是学术路线，这个就很扭曲。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改，就是你本来设立的是什么目标，你就往那条线上走。所以应用科技大学它的目标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就业，它的目标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劳动力市场呀，所以它更好就业啊，这很 make sense 啊，我觉得。就学术大学是搞学术的呀，其实我可以举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我身边的真实发生的例子。我是读的学术型大学的硕士，然后我当时在芬兰语班上有2个同学，然后都是东欧或者是就稍微落后一些的欧洲的国家过来了。然后当时有一个是硕士生，有一个是博士生。然后过了1年之后，我在我自己工作的学校，就是 UC 来应用科技大学碰到了他们，然后我发现他在我们学校又读了一个本科，然后我问他是为什么要这样子，他说因为硕士读完博士不好找工作，所以想来应用科技大学读个护理，然后想在芬兰更好的找工作，然后想留在芬兰这样子的。对，我在看一个大环境，就是说这种模式其实是在一个成熟的国家，在芬兰这样的一个社会，它整个专业性分工已经特别明确了，就全民44%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就是如果说你要做综合大学，你要走学术路线的话，其实是供小于需的，就是大学里面的那个教职是很少的，然后可能国际留学生来读博的人是蛮多的，这部分人大部分90%的人可能毕业之后只能回国或者离开芬兰，他在高校这个口子上他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就是要考虑，就是如果是想留在芬兰，或者是说能更好的找工作，可能要偏向于应用科技大学。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做研究、搞学术的，那你肯定要选学术型大学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选学术性大学，你的定位就是说你是来出国获得一个学历的。但是如果说你想留在这个地方搞科研的话，你要自我评价一下你的科研热情和科研能力到底能打几分。就最终走到社会中，你获得的那个职位以及收入的话，差异不会太大。那我们回到曾子豪身上，学了这几年，毕业了之后，现在你处的这个阶段，你会觉得想先就业，还是说想往上再读一个硕士？我其实都有想的，我觉得最好的是可以先就业，因为我之前有的时候去做过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适应性还蛮强的，因为学校学的东西基本上都能用上。然后这就是就业的话有一个好处，你在这边就完业之后再读研，或者是就完业之后再去申请学校的话，这个是不要学费的，这个是不要学费的。如果你是没就业，或者是你是直接从国内过来的话，这个是要学费的。这个对于经济状况就是不好的，或者说经济状况有一些拮据的人来说，最好是可以来这边可以先就业，然后再去申请你想要的学校，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刚刚曾子豪说了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他说你去做了一些工作，然后你觉得学校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觉得这句话我真的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有一些学校，就是国内有一些学校职业学校的就是怎么说他们课程，然后我也事后去跟他们的学生聊了一下，基本上给我的回答就是学的东西到就工作的地方一点用都没有，等于从头开始。然后就工作地方的那些老师傅也很累，他自己也很累，觉得在学校是浪费时间。所以你说既然你说你学到的东西都可以用，我觉得还就真的是这不就是办这个应用科学大学的初衷吗？对，是因为确实都用上了。你包括之前在那边做事的时候，他们让我们管仓库嘛，仓库里面的东西怎么分类，包括仓库里面的东西的那个价值怎么去把它划分出来，我们都是有学的。之前学到的东西这边都用到了。就算他们有的人是说芬兰语不会说英语，但是通过那个东西我们还是可以交流的，就通过技术来交流，还是可以进行一个基本的通话的。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他们有 ERP 系统，然后有用他们的 ERP 系统，我们是可以知道他们想操作的细节是什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们通过这个 ERP 系统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是什么。因为就算不能就是进行一个正面的对话，但是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他们都还是可以进行就是合作的，这个我是觉得很好的。那我的问题就是，一般说学物流，我们会想送快递这件事情。那你学的那个物流是什么样子的？或者首先，或者我跟曹坚这个问题补充，就是你觉得芬兰那边物流跟中国的物流有什么差异？想知道。首先我觉得中国的物流系统更全面一点，发展的也更有，就是它的所有的配套的东西都是会有的，但是芬兰其实是缺一些东西的，比如说第三方物流，芬兰其实是一个很缺乏的一个过程，他们对第三方物流并不是很重视，他们的发展其实是有问题的。你包括 Posty 这些公司，他们对于物流的那个整理啊干什么，因为国家小嘛，所以他们几乎没有送货上门这个概念，就算有
但是他们这个送货的这个费用也是很贵的，这个人工费他们是没办法解决的。在中国的话，可能我们当然感谢中国的快递员，他们是真的是就等于说是剥削了他们，然后他们来给我们送货，而且是真的很便宜。当然我们送货包括快递这件事情，对于物流而言，它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环节，在芬兰也是，在中国同样也是非常小的一个环节。学物流的话，我们专业的全称叫做 Purchasing and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Engineering， 它叫什么？叫做采购和国际物流工程学。它不仅是要学你的送货这一种东西，它还要学你怎样进行仓库规划，还要学你怎样进行这个公司的采购，你要采怎么样的东西进来，然后采进来之后是不是合理，然后有没有浪费成本、人力资源，包括那个工程方面的安排等等，这些都要学。甚至是我们之前做过一个 project， 就是一个项目，那个项目是我们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做的。那个项目就是要你如果说在东欧建一个厂，这个厂里面需要的人力资源成本和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物流成本等等，你都要算进去。这个厂里面怎样进行组装的那些设备多少钱，我们都得在网上查，然后把那个项目里面所有的细节全部都做成报告。最后我们做出来的是一个30-40页的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就包含了所有的他们能够用到的，就是哪怕是当地的政策问题，当地的可能发生的危险因素都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分析，当地证据稳不稳定等等，我们都要分析的，然后来进行一个评估他们的投资是否稳定。这个是我们当时真的会用到的，用到了之后，结果我后来在那边有一次实习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选址问题，让我们去进行一个选址的，就是规划和一个选址的一个评估。当时在实习的时候是真的有用到过的，把那个项目里面的几乎所有知识都用到了，因为我们还得考虑那个human resource 它的那个人力的那个导向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有3班倒，3班倒的话是吧？你这个里面会有多少人请假，然后大概要招多少人，然后这个成本是多少，我们都得算出来。不好意思说了很多。哇，这个好系统呀，就是一个全局性的视角来看物流这件事，而不是简单的配送而已。对，所以这个专业，因为我自己虽然在这个我们大学工作，但是我对这个专业不是很了解，所以就这个专业就我听起来可能就是你可能毕业了之后，你肯定会是一个比较高的职位嘛。就你有同学，芬兰同学或者是毕业的同学，有目前就业的是在哪个 level 的？现在有就业的，我同一届的大部分人有一些，大部分人其实都已经就业了，只有小部分人他们选择了申请研究生。然后那大部分人里面有很多人其实去了 Valmet 好像是很需要就是物流方面的人才，因为他们有很多设备是要运到中国去的，而且有很多是对，因为他们要卖那个造纸的机器嘛，这个我是了解的，而且他们确实是硬核的技术型企业。你们班有多少中国人啊？你们班有多少同学啊？有多少是中国人啊？其实事实上我们班只有4个中国人，但是现在整个 YAMK 的学校估计也只有4-5个中国人，就是学生。就我说的是我们专业我们专业可能一共加起来只有4-5个中国人，所以基本上老师不会让你分在同一个组。这挺好的，我觉得。对，那邓曹，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作为中国留学生学了这个专业，你觉得在芬兰就业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又是什么？优势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会跟别人说，可能我在就业的那个经验方面不是很充足啊。现在我读亚美克之后，包括实习经历也好，我不会再说这个话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经验方面我可能还是真的还比较充足的。然后以前我可能跟别人说理论方面我可能很缺乏，我觉得东西不够，我可能做事情会跟不上。那现在也不会说这个话了，因为他们的理论真的会有的时候讲得很深的话，我不会觉得理论方面会很缺乏。在综合性大学的老师也会来亚美克支教嘛，他们会进行一个对等的交流的话，他们在这边就是给我们进行一个知识的传输量还是挺大的。而且亚美克定期会有外聘的老师过来，其他的那些综合性大学的老师过来就跟我们讲一些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他们的经历同时我们这个是要考试的，每次外聘老师的考试是最难的，最难的。所以说，就是说你读的这个专业，其实这几年的留学经历已经让你很好的武装了自己，就是不管从实践经验、知识储备和那个做项目上，其实你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所以你现在是说我更自信跨入这个行业了。你可以说更自信，但是你说很好的武装自己的话，我可能觉得还是有些缺乏的。因为对于很多就是学物流理论出身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在很多方面他们也是很了解的，就是比我是要了解很多的，就很多理论知识我还是很缺乏的，就很难去适应那样子一个理论环境，或者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去适应了，但是我还没有那个理论基础。他们是有，比如说他们会学到一些就是物流的那些开源问题，就是物流是怎么来的，然后物流它的发展过程是什么，还有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虽然我们有学过发展趋势，但是我们没有学过，或者说我们不会讨论你物流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到现在为止是怎么来的。
职业规划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学术和应用的对比了，就是，对，就是一一个学术和应用的对比。对的对，就这边就会很实惠一点，就告诉你啊，你现在值多少钱，你将来会值多少钱，然后不精确，但我觉得你的职业规划特别清晰。对，我也觉得，第一天我就知道我以后干什么，我现在就把这些全学好。对，基本上就是你这个话就说的，第一天就知道我们干什么。我自己那个硕士专业上面写了，我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就你想干什么都可以。这边不会，对，这边他会告诉你所有的东西，你能做的事情和你不能做的事情，你的限制性都会告诉你，这个是很好的。挺好的，就是在这个成人阶段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能够发展的那个高度在哪里，基本上都有一个大体的预期，人生比较有方向。对，这个是 AMK 的学习。当然，我也希望国内可以过来更多的人，就是来 AMK 的学校。因为在我看来，有很多人他确实不适合做学术。学术这个东西，你说难也难，你说不难也不难。但是我们缺了很多人才，他是在很多职位上面都很缺的。你包括就算是在 AMK 毕业了之后回国也好，都是很难得的人才。我知道的很多人在国内就业都是很好的。就是从 AMK 毕业之后回国之后，他们能力是很强的，因为他们会这边 AMK 注重你的操作能力嘛。对，这个我很认同，就是走综合性、走学术这条道路的话太单一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能有多维度的道路，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那个能力倾向来发展的话，其实这个社会能够做到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对，就每一个物种都不一样嘛。小兔子它跑得快，小鱼它游得快，然后就是大家都是不一样的。拿个小兔子跟个小鱼来比，就永远都不是一个赛道上，就没有意思。我觉得国内太苦了，觉得芬兰这个就高度的成熟，每个就是该干嘛干嘛，挺好的。对，这个是很好。好，非常感谢曾子豪带领我们聊芬兰应用科技大学的学习、就业和规划。谢谢你，谢谢，Cheers。好，不用谢，Cheers。